我作为一名在1年的时间里游玩了10几个国家，每次旅行呢都是轻装上阵，要么呢是只带一个双肩包，又或者是只带登机箱，因为我想着尽量避免托运行李。每次的出行呢，我的行李都是极简到不能再极简了，因此我也很清楚过度打包行李将会是个多大的负担，你反倒不能轻松游玩，还得担心和焦虑如何去整理和收拾你所带到的那么多的行李。希望你看完这些视频之后呢，就能清楚你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喜欢过度打包行李的人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出门旅游要是一度的去在乎穿搭出片率，会让你在潜意识里面过多的打包衣服、鞋子、配饰，而忽略掉了这些衣服呢，在一些特定场合里面会显得格格不入。比如你为了拍出各种风格的照片，可能会带上几十套衣服、10几双不同的鞋子。那我经常在网上刷到有女生去爬山穿了吊带和裙子，就是为了拍照那几十秒好看出片。实际上呢，你爬山就是要穿的舒适，适合这个场景穿的，而不是在这些场合里面穿不符合它的衣服。因为当你拍完照之后呢，大概率这些衣物只会占用你行李空间，还有增加搬运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要旅行多个城市，你每次都会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这些不必要的衣物，到头来你就是不停的在整理行李箱的路上。现在很多人出门旅行呢，已经忘记了旅行的意义到底在哪。美照当然可以不停的拍，但同时你也失去了能轻松体验旅行的过程。有多少人在旅游前是个焦虑会想很多的人？假如你是个在出行前会焦虑和担心自己是不是少到了什么东西，因此呢，你就会带上很多你认为需要用到的物品，那你就是一个过度打包者啦。你脑子里面呢会去假设不同的场景有可能会用到的物品，万一我衣服没带够，鞋子没带够，万一我吃不惯当地的食物，是不是还得带几盒方便面和零食？但实际上啊，大多数地方呢都会有便利店和商场，基本需求呢，或者是你遗漏带的物品都能在当地很好的解决。要是你因为过度焦虑，不仅会增加行李不必要的重量，超重的行李呢会让你既花钱又花精力的去搬来搬去，因此大大增加你在旅途中的不便。更何况大部分人旅游回来的行李重量呢会比出发前重很多。如果要是你能在当地的商店买到的物品呢，就不要再带啦，只要带上适量的基础用品足够了。在旅行打包中呢，最怕的就是陷入如果和可能的思维模式，会认为在旅行中呢可能会遇到不可预测的情况。事实上呢，的确也是这样子的。当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呢，总想着会有一个 backup plan， 因为会有以防万一的心态，你就会带上很多没有必要，甚至是你旅行结束之后一次都没有碰过的物品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之前旅行打包的时候呢，为了能应付可能的天气变化，都带了3件不同厚度的衣服，但最后呢，只用到了1件轻便型的风衣，其他2件外套呢，只好穿都没有穿过，就被我闲置在行李箱里了。也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我意识到了过度焦虑带太多的东西，这样反而不能让我在旅途中放松。东西少了没了可以再买，要是一个不小心带了太多太重的物品，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再去置放，甚至还要买到一个新的行李箱。在旅行前呢，我相信有些朋友们喜欢特意去买适合景点搭配的服饰，或者你要出国滑雪、潜水，要去做任何的极限运动，都要去买它的装备。这些物品呢，在旅行中用过1、2次呢，你绝对不会再用了。女生们呢，总会在旅行前去买新的衣服，为了拍照而穿，穿了1次之后呢，就立马淘汰掉了。正因为这些要淘汰掉的衣服，通常买来的价格就很便宜，旅行回来后就扔掉了。尽管有些物品能提高你的游玩体验，你穿了这个装备让你看起来更专业、更安全，你戴上这个配饰之后呢，看起来更加能融入进这个景点。可是有没有想过，你是提高了游玩体验，但是你的旅游体验却下降了？这里包括你要扛着体积大的装备穿梭在机场和地铁里，如果放不进出租车就要头疼了。你的精力呢，都放在了如何处理和运输这些物品的过程
沉重。再者呢，就是你为了旅行而买的服饰和衣服，那旅行结束之后呢，你又该怎么处理它们？这个不仅是不环保的做法，也是钱多了没有地方花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很建议大家租用代替购买，不管是游玩装备还是衣服，现在都能在网上租用到，这样不仅不会浪费，也不会让你家里带来物品囤积的烦恼。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儿了，如果你们喜欢，不要忘记一键3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